晚间好，欢迎回到鬼影档案馆，我是鬼影，戴上你的耳机，准备迎接梦魇吧。你听过这个传说吗？午夜12点，关上灯，对着镜子叫3声自己的名字，就会看到另一个你出现在镜子里。有人说那是恶作剧，有人说只是吓唬小孩，但也有人声音发抖地说，那不是重影，也不是幻觉，那是一个从没真正离开过镜子的人。今天我要告诉你这个都市传说的由来，还有一个曾亲眼看到自己的女生留下的最后一段录音。有关午夜照镜子的禁忌，最早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欧洲。当时的人认为，镜子能反映的不仅是外貌，还包括灵魂。如果你在夜晚点蜡烛照镜，很可能会看到死者的影子站在你身后，这就是临世仪式的雏形。而东方的版本则更阴森。在日本有一个古老的说法叫做口猎女，起初它只是从镜子里出现。在台湾、香港也流传着镜里的自己其实有自己的意识，只是不动而已。但为什么要在午夜进行这个仪式，而且是叫自己的名字3次？心理学研究指出，重复名字会产生一种身份错置的暗示效应。当你在黑暗中直视自己，呼唤自己，很容易进入一种自我解离状态，这会让大脑产生幻觉。但如果这不是幻觉呢？2006年，日本某高中女学生自杀前曾留下一段语音备忘录，那段录音后来成为论坛上疯传的午夜镜子实录。以下是根据她留下的内容改编的故事。我叫小美，是高2的学生。那年夏天，我转学到这所学校，大家对我都很好，但我总觉得哪里怪怪的，特别是在女生宿舍的浴室里。浴室里那面大镜子，白天看起来没什么，但每到晚上，我总觉得自己慢了一拍。我刷牙的时候会看到镜中的自己还没张嘴，洗脸时他还盯着我看。我问过其他女生，但她们都说没事。直到有一天，一个学姐偷偷告诉我，午夜的时候照镜子3次就可以看到真正的自己。我问她什么叫真正的自己，她笑了笑说，不是你现在这个。那天晚上我真的去试了，我调好闹钟，准时在11点59分进入浴室，关掉所有灯，只留下一只手机闪光灯。当时镜子里只有我自己，我紧张到冒汗。12点1到，我开始念自己的名字，陈美心，陈美心，陈美心。起初什么都没发生，镜子里还是我的脸，只是灯光照着有点怪。但就在我准备离开时，我看到镜中的我突然露出了一个我没有做出来的微笑。那个表情不属于我，不是惊吓，不是错觉，那种笑就像早就知道我会来。我愣住了，下一秒他抬起手，在镜子里朝我比了个虚的手势，然后我看见他转身离开了镜子，但我自己还站在原地一动不动。我吓得尖叫，跌坐在地上。当我在看镜子时，画面恢复了，里面只是惊恐的我自己。但那一晚，我听到室友说，他半夜醒来时看见我站在他床边，只是我当时还躺在床上。1周后，我开始记不清自己的样子。我用手机自拍，照片里的人眼睛跟我不一样。我看录像，录像里的人笑得很僵硬。我开始怀疑，我是不是早就被镜子里的他取代了。录音到这里就断了。3天后，小美跳楼身亡，脸部朝下，无法辨识。宿舍的镜子在那天被全部拆除。这个传说到了网络时代开始变形。Bloody Mary、Midnight Man、镜子挑战等在 TikTok、YouTube 上的挑战游戏，其实都来自同一个心理暗示原型。镜中之人是你，但不是你。它结合了人对自我控制、被模仿的本能恐惧，也混合了 AI 视觉、面部识别技术，让这类故事在当代重获新生。有研究指出，人在长时间注视自己的影像时，真的可能出现错觉重影。但仍有部分记录，像小美的录音，至今无法解释。所以你觉得呢？午夜照镜子
是心理作用，还是有些自己根本从未离开过镜子？记得订阅鬼影档案馆，点赞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接下来的每一个恐怖小故事哦。鬼影档案馆，我们下次见。